我现在去补个妆。苏慈转身跑了。这时傅南城走了过来，他看了一眼苏慈消失的方向，不悦的抿起了薄唇。傅爵，你在这里嚷嚷什么？我好像听到你让我过来看苏慈的脸。苏慈的脸怎么了？哦，小叔，我让你过来看看苏慈的脸有多丑。我发现今天的苏慈又比昨天的苏慈丑了一点，哈哈哈。刚补完妆返身回来的苏慈，小丑女快过来，小叔，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，小丑女是我的女朋友了，她已经答应跟我交往了。苏慈感觉傅南城冰冷犀利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，快要将他给盯出几个洞来了。刚从他的床上下去，现在就做了他小侄的女朋友，也不怪他，会以为他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了。总裁，会议在半个小时后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该回公司了。这时宋秘书低声提醒道。傅南城收回目光，转身离开。他终于走了，苏慈慢慢的放松了下来。小丑女，我很讲义气吧？你扮丑的事情我一点卯露馅。走，我们约会吧，今晚我请你看电影。不了，傅少，我不想看电影，我先走了。苏慈跟着离开。刚离开，这时一串悠扬的手机铃声响起，黎兰给他打电话了。苏慈按键接通，喂，妈。苏慈，你现在立刻回家一趟。黎兰声音冰冷的将电话给挂了。苏家。一进客厅就听到了苏雪的哭声。妈，这是苏慈发我的简讯，他故意将我约到809号房，让孙权欺辱我。苏雪现在衣衫不整，身上还挂着彩，看着好不凄惨。黎兰心疼的搂着苏雪安慰。这时看到苏慈回来，他当即站起身指责道，苏慈，你真是太有心机太恶毒了，你竟然将你妹妹骗到809号房给孙权欺负，你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吗？伸手要扇了过去。苏慈站在客厅里，抬头看着黎兰，轻轻笑了。原来妈也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啊，我还以为妈不知道呢，抓着苏兰的手。这时苏昌荣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。黎兰当即问道，老公，孙少那里怎么说的？刚才苏雪情急之下用台灯砸了孙权的脑袋才逃脱的，孙权捂着后脑勺的血冲到苏家，要找苏家算账，苏昌荣是赔笑又赔罪，现在心情相当不好。还能怎么说，孙家在 CC 香水那边有人脉，前段时间通过孙少的牵桥搭线，我们苏氏已经将投标书成功送到了 CC 香水那里了，只要苏氏跟 CC 香水达成了合作，那我们苏氏就要坐上香料界的龙头宝座了。可是现在苏雪将人家孙少的头给砸了，孙少扬言要断了我们跟 CC 香水的合作。说着，苏长荣瞪了苏雪一眼。苏雪无比的委屈，爸妈，这件事都怪苏慈，我是无辜的呀。苏长荣不悦的看向苏慈，慈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乡下长大，疏于管教，但你也不能野成这样。你知道孙少和 CC 香水对我们苏家有多重要吗？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为了跟 CC 香水合作，你们可以将自己的女儿给卖了。苏长荣，你，慈，孙少在 CC 香水那里说的上话，那可是 CC 香水，他这根线不知道多少人想搭上，你是苏家的女儿，就应该为苏家出一份力。黎兰道，苏慈。黎兰怒道，你看雪雪这张漂亮的脸蛋，她可是邺城第一美人，又嫁给了邺城首富傅南城，她怎么出力？还有千柔是邺城第一名媛，学历高不说，在调香里还有天赋，前2年被送法国深造，是我们苏家未来的希望，她怎么出力？这时苏雪插嘴道，苏慈，我们都知道你嫉恨千柔姐姐，恨她抢走了你这么多年苏家千金的身份，但你就是乡下来的小丑女，跟千柔姐姐有云泥之别，我只认千柔姐姐是我姐姐。苏慈冷笑，他一直都知道他在这个苏家是个外人。苏千柔在邺城名声很响，自幼被苏家当千金名媛栽培，相当优秀，有第一名媛之称。苏家又是制香的，苏千柔在调香上有天赋，几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所以当初知道抱错孩子时，苏家根本舍不得苏千柔这个假千金，反而嫌弃起她这个在乡下长大的丑女真千金。而苏雪是小女儿，整容过的这张脸被所有人当成宝贝，盼她嫁入权阀贵胄家。她也不辱使命，嫁给了第一财阀傅南城。只有她苏慈被所有人看不起，冇人爱，可以随时为了苏家牺牲。苏慈挺直了纤柔的腰杆，我是想为了苏家出力，但我是从乡下来的小丑女，人家孙少看不上我，帮不了你们了。说完，苏慈直接转身离开。逆女！苏昌荣气到心口疼。苏慈出了苏家，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简讯，将苏氏的投标书打包退回去。很快那端就回了一条，是 boss 苏家。苏昌荣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面色大变，什么？老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苏昌荣挂断电话， CC 香水那里将我们的投标书给打包退回来了。这时苏昌荣想起了一件事，雪，你那里怎么样了？有卯有跟傅南城同房呢，傅南城究竟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关系？虽然苏雪嫁给了傅南城，但是隐婚，卯什么人知道？卯人知道苏雪就是傅太太，也卯人知道她是首富大人的老丈人。说到这个，苏雪有点吞吞吐吐的了，爸爸，我那里发展不太顺利，还卯有同房。
啪！苏昌荣一巴掌拍在了茶几上，冇用的废物，都这么久了还爬不上傅南城的床。你看我现在到处碰壁，想跟 CC 合作都要求人，如果傅南城肯公开关系，那现在都是别人来求我了。昌荣，你再给雪雪一点时间。黎兰护着苏雪，苏昌荣面色阴沉，时间我可以给，但是你们不要把事情搞砸了。要知道傅南城的这段婚姻本来就不是雪雪的，是我偷来给他的。黎兰和苏雪脸都一白，以苏家的地位根本就够不上顶级豪门傅家，更别说跟傅家掌权人傅南城联姻了。苏慈回到了御园，正准备休息，很快苏雪也跟着回来了。苏慈，你去洗个澡，今天晚上继续陪傅南城睡。什么？还要陪傅南城睡？苏慈以为睡一晚就好了，毛想到今晚苏雪还让他去，难道他要每天晚上都陪傅南城睡觉吗？苏慈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我让你去睡你就要去，别忘了你奶奶还在我手里。苏雪又开始威胁，想到奶奶，苏慈目光闪了一下，好，我去。傅南城的怀抱那么宽阔那么温暖，今晚我就再替你去睡下。苏雪当即将指甲掐入了自己的手心里，艳羡又嫉妒，作为傅太太，她都还毛有睡过傅南城的怀抱。傅南城在沐浴间去冲澡，冰冷的水液从头顶洒了下来，溅在他结实的肌肉上，然后弹溅开，他敛着俊眸，沉默地冲着冷水澡，脑海里都是那张有着一道长长伤疤的小脸。他竟然无视他的警告，真的跟他小智谈恋爱了。他会不会将勾引他的招数又在他小智身上用一遍？他究竟有过多少男人，身体有多脏？心里恼他，但是更恼的是自己，因为也许他说的冇错，他真的被他给勾引到了，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。关了莲蓬头，傅南城穿着黑色丝绸睡衣走向床，一上床就嗅到了女孩身上那股清甜的体香，徐徐诱惑着他的神经。傅南城扭头看着身边这道纤柔的身影，然后伸出剑臂将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。睡梦里的女孩嘤咛一声，缓缓睁开了惺忪睡眼。吵到你了？傅南城低声问。苏慈迷糊了几秒才恢复清明，他回来了，他又睡到他怀里了。苏慈抬头见他英俊的眉心一直微微蹙着，他不禁小声问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？苏慈那个小女佣吗？别提他，果然是因为他就这么讨厌他吗？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重了，傅南城伸手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，看着他这张漂亮淫欲的小脸，我只是不想谈这些烦心事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苏慈摇了摇头，傅南城的眸色就暗沉了几个调，附着薄茧的拇指也落在了他的红唇上，开始摩挲。他干什么？一把烈火从他的红唇瞬间燃烧到了他的全身。苏慈咬了一口，抬手去推他，傅南城吃痛，放开了他。他用手背擦了一下被咬的唇角，竟然擦出了血，他将他给咬破了。什么意思？他面露不悦，尾调轻扬的一声透着无比的强势。苏慈现在有口难言，这时他急中生智，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，我不是拒绝你，我是来小日子了，身上不方便。真的？傅南城有点狐疑。苏慈用力的点头，一脸真诚的看着他，当然是真的。傅南城这才信了他，他的大手落在他平坦的小腹上，轻柔的打着圈。肚子疼吗？不疼。苏慈乖巧的窝在他的怀里，刚才紧绷的神经跟着慢慢松懈了下来。这时头顶就传来了他低哑性感的嗓音，你来小日子应该也可以亲吻的吧？视线里一黑，男人挺拔的身躯压了下来，再次吻住了他的红唇。他身上有一种类似于冷杉的清冽男人味，高级香氛混合着他身上很烈的雄性荷尔蒙，让人闻了就要身体发软。苏慈连忙抬手拽住了他胸前的睡衣，怔得不知所措。傅南城毛有闭眼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他，他这双碎亮的橙眸在被吻之后惊起了一路水漉漉的波光，像受惊的小鹿，这份干净清纯无可比拟。狭长的眼梢里落上猩红，他微微松开他的唇，哑声问，某跟别的男人亲过？他怎么问这个问题？苏慈羞赧的无法回答。傅南城看他的样子已经懂了，他毛有，虽然知道那天晚上是他的第一次，因为床单上有落红。苏雪太干净了，这些年他身边一个女人都毛有，但是30岁的男人该懂的都懂，他也是成熟且正常的男人。他这么干净，他心底多了一层怜惜，至少他不像那个不懂自爱的小女佣，到处招惹男人。放轻松点。他再次吻上了他。苏慈明显感觉这一次他变得温柔了起来，他轻轻的碾压过他的红唇，极尽耐心的对他。不知道亲了多久，傅南城将他松开他，将他抱入怀里，睡吧。苏慈将红的能滴出血来的小脸埋在了他的怀里，闭上眼，晚安。翌日清晨，苏慈在6点钟之前出了主卧，他在脸上补上伤疤，开始干活。这时苏雪脸色阴沉的走了过来，傅南城醒了吗？对了，昨晚我说我来小日子了，你不要穿帮。苏雪当即抓到了重点，你说来小日子了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？难道昨天晚上傅南城想碰你？苏雪心里的醋坛子当即被打翻了。苏慈，你这个贱人，一定是你主动勾引傅南城的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碰你？
苏慈看了他一眼，所以你为什么要将一个小贱人送到傅南城的床上？苏雪发现打嘴仗这件事他从来就卯赢过，这个伶牙俐齿的苏慈永远是将他按在地上摩擦再摩擦。这时苏雪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傅南城还卯有醒，那他现在就可以。苏慈，等过个10分钟你就进主卧，把昨晚傅南城换下的衣服给收了。看着苏雪那充满算计的笑容，苏慈就知道他又在盘算什么了。他点头，好。苏雪快速上了楼，推开了主卧的房门。傅南城还卯有醒，他的机会来了。苏雪轻手轻脚的来到床边，然后掀开被子躺了进去。现在傅南城就在他的身边，看着男人那张熟睡的俊颜，苏雪心痒难耐，他终于可以睡到他的怀里了。苏雪慢慢的移过去，近了，他将自己的脑袋靠在他精瘦的胸膛上，可是还卯有靠到，傅南城就警觉的睁开了眼。男人那双鹰隼般的利眸直直的射向了他，你干什么？就差这么一步，他竟然醒了。苏雪有点心虚道，老公，什么干什么？我陪你睡觉啊。看着眼前的苏雪，傅南城薄唇一抿，白天的苏雪果然还是让他这么反感厌恶。下去，让周婶将床单被子全部换掉，以后白天不许上我的床。他冷声道。苏雪吓得脸色一白，这时哒一声，主卧的房门打开了，苏慈出现了。老公，苏雪当即伸手拉下了吊带睡裙一侧的肩带，将白皙的娇肌和若有似无的春光露了出来，然后他娇滴滴的扑进傅南城的怀里。老公，你好坏，人家来小日子了。傅南城被这么一扑，眉头紧皱，他扭头看向了门边，苏慈那张长长伤疤的小脸落进了他的眼底。此时他站在门边，显然毛想到会，看到他和苏雪在床上的这一幕，愣了一下。傅南城心情更不好，薄唇先动，滚出的字眼森然瘆人，某人教你做女佣的规矩吗？男主人的房门是你想开就能开的，滚！苏慈转身就跑了。傅南城下了床，居高临下的冷睨着他，以后除了晚上都不要来碰我，再有下次你的手就别想要了。苏雪来到苏慈的面前，故意笑道，苏慈，你被骂了吧？这下你该认清现实了，我老公只是将你当成我了。你知道我老公为什么这么生气吗？因为刚才你打扰了我们的好事，昨晚你为什么要说我来小日子了？要不然我跟我老公斗。苏雪越说越暧昧，苏慈卯什么表情？原来苏雪让他10分钟过去，就是为了让他看到他们夫妻在一起的。男人那生滚对他满满的讨厌，昨晚果然只是梦，甚至他都不知道梦里是他，记住的只有他一个人罢了。这时大门被打开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小叔，小叔，你起床了吗？苏雪迎上前，傅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傅觉双眼一亮，当即道，小丑女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咦，你脸上的伤疤呢？你今天不扮丑了吗？苏慈一听就知道傅觉将苏雪当成他了，毕竟两个人的脸一模一样。苏慈想说话，但是这时楼上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嗓音，什么扮丑？傅觉，你在说什么？苏慈心里咯噔一跳，糟了，傅南城听到了。傅觉这才看到苏慈，他又看了看跟苏慈长得一模一样的苏雪，这位不会是他的小婶婶吧？小婶婶怎么跟苏慈长得一样？傅觉懵了。傅南城的目光落在了苏慈脸上，深邃的霞眸缓缓眯了起来。以前他怎么发现苏慈毛有伤疤的左半边脸竟然跟苏雪很相似？如果将他右脸上的伤疤挡住，那他……傅南城看着苏慈，过来。苏慈心里铃声大噪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难道今天就要穿帮了吗？整个客厅的气氛倏然紧张了起来，傅觉和苏雪已经大气不敢出一声了。苏慈来到了傅南城的面前，少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把你脸上的伤疤挡起来，我来看看你的脸是不是跟苏雪是一样的。少爷，你不动手，那我就动手了。傅南城将他扯到了自己的面前，然后伸手挡住了他脸上的伤疤，他清冷绝厉的小脸就露了出来，果然和苏雪是一模一样的。傅南城看着他这张肌肤如白瓷的小脸，还有这双水陆银亮的成眸，这张脸岂止跟苏雪是一样的，还跟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睡在他怀里的那张小脸是一样的。傅南城眼里像打翻的浓稠墨汁，黝黑危险的让人如临深渊。你的脸怎么跟苏雪的一模一样？老公，苏慈照着我的脸去整容了，后来整容失败，脸上留了这道疤。苏雪当即解释。傅南城看着苏慈，是吗？苏慈只能先认下了，是的。那你有毛有骗我什么？比如把这道伤疤挡起来冒充苏雪。他不动声色的盯着他看，说出了让他心惊肉跳的话。苏慈一手的冷汗，他开始怀疑了。苏慈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现在他还不知道他脸上的伤疤是假的，这件事除了傅觉某人知道，怎么可能？少爷，就算我用厚厚的一层粉底将这道伤疤遮住，作为你的枕边人，你也一定会看出来的，这个根本冒充不了。傅南城抿唇，的确，这2晚睡在他怀里的女孩一点妆都毛有化，小脸蛋干净软嫩，毫无瑕疵，而他脸上这么一道长长的伤疤，用粉底遮住他肯定会看出来。难道是他多疑了？你们最好不要骗我，要不然有你们后悔的。傅南城丢下一句威慑警告的话，
然后转身离开。他走了，那股强大压迫的气场一抽离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好险好险，差一点就被傅南城给发现真相了。傅觉走上前，小丑女，你怎么在我小叔这里做女佣？这样吧，我小叔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翻倍，你到我那里做我的个人专属小女佣。傅觉在个人专属小女佣上说的十分暧昧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傅少，你怎么会喜欢上苏慈？她可是一个整容货。苏雪道。苏雪极度的咬紧牙龈，她不知道苏慈什么时候勾搭上傅家这位小霸王的。傅南城喜欢苏慈就算了，现在他小侄也对苏慈感兴趣，为什么一个男人两个男人都为苏慈着迷？他不服。小丑女，怎么样？跟我走吧，以后本少养你，本少有的是钱。傅觉。这时傅南城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，他去而复返了。小叔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今天跟我一起去公司，我要考察一下你最近的金融和管理学的怎么样了。傅觉顿时哀嚎连天，不要小叔，那我通知你爸，让你爸停了你所有的信用卡。傅南城面无表情。傅觉。这时傅南城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，他去而复返了。小叔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今天跟我一起去公司，我要考察一下你最近的金融和管理学的怎么样了。傅觉顿时哀嚎连天，不要小叔，那我通知你爸，让你爸停了你所有的信用卡。傅南城面无表情。好，小叔，我跟你去公司。傅觉不舍得对着苏慈摆了摆手，小丑女，我有空再找你玩。叔侄俩终于都走了，苏慈垂下语结。这时叮一声，他手机来了一条简讯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立刻跟我小侄分手。简单霸道的几个字，就算这是陌生号码发来的，苏慈也猜出这是傅南城了。傅南城给他发了资讯，让他跟傅觉分手。他怎么知道他的手机号码的？苏慈看向苏雪，苏雪，说吧，我奶奶究竟被你们藏到哪里了？苏慈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恼了你奶奶，你就不会乖乖听我们的话了。那你看这是什么？苏慈拿出了一张照片，是昨天在酒店里孙权将苏雪给压在床上的照片。苏雪面色大变，你什么时候拍照的？快点把照片给我。苏雪，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奶奶在哪里，我就将这张照片发给傅南城。如果让傅南城知道你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，不但你傅太太的位置会不保，家也会跟着遭殃的吧。苏雪脸色一白，她毛想到自己昨天被苏慈算计，今天又被他给拿捏，这个苏慈实在太不好对付了。苏慈，不要告诉傅南城。那你还不快说我奶奶在哪里？苏雪咬着牙道，中山医院311病房。苏慈勾唇，苏雪，这一次谢谢你了，我先走了，还有我不会再回来了。什么？他不回来了？那今晚谁陪傅南城睡觉？苏雪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晚上，傅南城带着宋秘书回到豫园，进了书房。傅南城坐在办公椅上，正在批阅档案。他猛抬头，嗓音低沉淡漠道，联络到 CC 那里了吗？联络过了，不过 CC 那里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。宋秘书恭敬的回道。傅南城皱眉，这么大的架子，让人送一杯咖啡过来。是。很快书房门被推开，周婶将咖啡送了过来。少爷，你的咖啡。傅南城放下了手里的钢笔，苏慈那个小女佣呢？刚才我回来就没有看到她，她不干活在干什么？回少爷，苏慈那个小女佣辞职了。辞职了？难道她去她小侄那里做什么个人专属小女佣了？他已经警告过她2次了，第一次让她离她小侄远点，第2次让她立刻和她小侄分手，她竟然敢这样无视她。傅南城拿出了手机，翻出苏慈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拨了过去。中山医院，苏慈正在病房里陪奶奶，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奶奶。这2年奶奶消瘦了很多，精神状态也不好，昏昏沉沉的，还毛有苏醒。苏慈拿出一颗香丸放入奶奶的嘴巴里，然后握着奶奶的手，静静的守在奶奶的身边。这时手机就响了，是傅南城打来的电话。他给他打电话干什么？现在找到奶奶，他就不受制于人了。那个豫园他不会回去了，也不会再做小女佣了，他已经跟这个男人没关系了。至于云丽酒店里星号给他，还有睡在他怀里与他共度的那2夜，就当一场梦吧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苏慈挂断电话，然后将他的号码直接拉入了黑名单。傅南城身上的温度已经骤降，因为苏慈将他的电话给挂了。他竟敢挂他的电话！他再次拨过去，电话提示音传来，对不起，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他又拨了2次，还是一样的提示音。那个总裁。这时宋秘书小心翼翼的开口了，你不要再打了，苏小姐的电话不会打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苏小姐好像将你拉黑了。拉黑她？傅南城从来没有被人拉黑过，他黝黑的眸子瞬间凝结成冰，一张俊脸阴雾到能滴出冷水来了。CC 香水那里的回复来了。总裁 CC 那里回复了，他说怎么结巴了？是真的不会说话了吗？ CC 说他现在很忙，如果总裁想调香的话，要跟他的秘书预约排队。什么？傅南城的眼风再次飘了过来，你还是不要说话了，滚出去。
宋秘书一溜烟的跑。现在书房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，傅南城只觉得心情郁结，不知道是被 CC 那里气的，还是被苏慈那个小女佣给气的。不怕死的见过，但是今年特别多。傅南城起身来到落地窗前，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座城市的夜景。如今的他也站在了金钱权势地位的巅峰，很少能有什么人什么事影响他的心智，他有着过于常人的冷静和克制。可是谁又知道意外会不会在明天来临？对他而言，苏慈那个小女佣就像是突然闯入他生活的意外。他发现自己的心情开始被他左右，这是一个很坏的迹象。走了也好，以后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。傅南城出了书房门，少奶奶呢？让她进我的房间。少爷，少奶奶刚刚回娘家了，听说少奶奶的妈妈摔了一跤，她赶回家照顾妈妈去了。她回了主卧，冲了冷水澡上床睡觉。可是今晚的夜格外的漫长，她怎么都睡不着。翌日，傅南城先去了公司，整个傅氏阴云密布，因为大家都感觉到自家总裁心情不佳，大家不敢惹火烧身。有人找到宋秘书，悄悄地问宋秘书，谁惹到我们的大了？大概是因为一个小女佣吧。小女佣？哦，当即脑补出了一部大总裁爱上小女佣的爱情故事。下班了，夫人不在豫园，回去另外一个家吧。刚进家门，苏慈边跑边回头看傅莹莹，很快他一头撞进了一副精瘦的胸膛里。当少女曼妙柔软的身体突然扑进怀里时，傅南城英挺的身躯倏然僵住，竟然是这个小女佣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小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时傅莹莹出声道：小说？为什么又是小说？苏慈和傅莹莹是同学，傅莹莹右脸上有一块胎记，被叫丑女，跟苏慈也算是同病相怜。傅莹莹虽然被叫丑女，但是她乐观向上，性格非常好，一来二去就和苏慈成了好朋友。傅莹莹从来毛有向同学透露过她是傅家的千金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苏慈感觉自己掉进富窝了。小说，你怎么还抱着我家慈慈的腰？我家慈慈可是男人最顶不住的1尺6小蛮腰。小叔你就说你抱着顶不顶吧。苏慈这才发现他还抱着自己，男人有力的剑臂箍在他的软腰上，像烙铁一般。他当即挣扎了一下，想摆脱他。傅南城抱着他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他细软如瓷花瓶口的腰，堪堪一握，他一巴掌就能握住。他忍不住多抱了一会儿。这时女孩开始挣扎，他才放开了她。莹莹，你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吗？怎么带着人一起住进来了？这时傅莹莹拉住了苏慈的小手，小叔，慈慈是我的同学兼好朋友，是我邀请慈慈进来一起住的。傅南城冷漠地看了苏慈一眼，立刻搬离这里。傅总，一只小手伸了过来，一把拽住了他的西装衣袖。他柔白的几根手指移到他的小脸上，只见苏慈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橙眸，可怜兮兮地望着他。傅总，求求你了，我奶奶进了医院，每天都需要昂贵的医疗费，我真的毛有地方去。傅南城的目光落在他嫣红的唇上，他细白贝齿轻咬过的地方迅速失去了那层水红的颜色，不过很快就会弹回去，娇嫩可人。傅南城突然就想起了前天晚上在主卧里和女孩那个缠绵悱恻的亲吻，喉头点痒。然后他道：等你找到房子，立刻搬出去。说完他上了楼，终于留下了。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了书房里，苏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男人吃软不吃硬。傅莹莹拉着苏慈进了房间，将苏慈按坐在了椅子上。慈慈快坐好，现在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好东西了，可以拒绝吗？苏慈想起上一次傅莹莹分享给他的好东西，一本不良杂志。这时傅莹莹神秘兮兮的拿出了一本小册子，当当当，慈慈，这就是我的后宫花名册，里面100个美男子，任你挑。苏慈，慈慈，这个小奶狗怎么样？每天谈恋爱黏着你，好甜啊。这个大叔呢，有颜有钱，把你当女儿宠。我不喜欢。那这个呢？哇塞！两个人丝毫冇察觉到，此时一道高大挺拔的身躯已经来到了门边。傅南城来了，站在门边就看到2个女孩坐在那里，她们的声音自然也清晰的传递到了他的耳膜，当即打开了房门，沉声训斥道：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傅南城竟然来了！乍然听到男人的声音，苏慈吓得立马从椅子上弹站了起来。傅总，我们毛有干什么？傅南城健步来到他的面前，阴雾强大的气场迅速在他面前覆下一层阴影。那这是什么？傅莹莹悄咪咪的将那本花名册推到了苏慈的手边，然后仰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看着苏慈。慈慈，我都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学生，不要想着谈恋爱，男人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苏慈瞪大双眼看着傅莹莹，还有这操作，傅莹莹决定给苏慈好好上一课。他拿起笔开始做作业。小叔，我可是好孩子，是慈慈拉着我看的。这个好孩子绝对是苏慈今年听到的最大的笑话。傅南城拿起那本花名册，随手翻了一下，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花美男，堪比大型后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他怒极反笑：苏慈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你自己不学习，还要带坏我侄女。苏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侄女还需要别人带坏吗？苏慈一双水漉漉的橙眸望着他，试图辩解道：傅总，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哦，就准你们男人看美女，
我们女人看帅哥犯法吗？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谈性色变的时代早就过去了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接受一点性教育吗？看着女孩振振有词的伶牙俐齿，傅南城脸色阴沉，莽说话。如果这个小女佣再敢挑战他的底线，傅总，我错了，我改，下一次我绝对不敢了。苏慈乖巧的认错。傅南城冷哼一声，然后拂袖离开。男人一走，傅莹莹当即讨好的扑了上去。慈慈，刚才委屈你了。苏慈表示友谊的小船已经翻了，他收拾书本就走。慈慈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这样吧，刚才的花名册你看上谁了？我去把他的腹肌照弄给你。谢谢您脸。东宝看上的？不应该啊，这些都是我珍藏的极品，虽然这些极品都不如我小叔。慈慈，你有毛有看上我小叔？我去把我小叔的腹肌照弄给你。苏慈炸开了，他惊恐的看着傅莹莹，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怎么有这么可怕的想法。别害我，我不要。说完苏慈就走了。说到其他男人，他毛有反应，但是一说到他小叔，他就被点燃了，这真是像极了爱情。傅莹莹了然的点了点头，原来苏慈真的看上他小叔了呀，有眼光。冇问题，这张腹肌照交给他。翌日，苏慈早早的起了床，他先去了别墅的后院，这里已经被他改成了花房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的原因。这个一品兰别墅的风水非常好，当初他就选址在了这里，培育世间罕见品种，但是这里寸土寸金，又是傅家的私人产业，所以他卯能拿下这里。当好朋友傅莹莹邀请他搬过来一起住时，他双眼都亮了。谁知道这是傅南城的产业。苏慈走到了这朵幽灵鬼兰边，经过他多日的悉心呵护，白色如鬼魅的鬼兰很快就要绽放了，到时他会研磨成香膏，帮傅莹莹驱除脸上的先天胎记。现在想来，傅南城找上 CC 调香也是为了傅莹莹这个侄女，一切都是这妖巧合。苏慈莹莹感觉自己跟傅南城这个男人冥冥之中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络，怎么断都断不开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中山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喂，苏小姐，你快点过来吧，你奶奶醒了。奶奶苏醒了。苏慈直奔医院。病房里，苏慈伸手抱住了奶奶。奶奶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好想你。奶奶虚弱的睁开眼看着苏慈，然后抬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疼爱道，原来是我的慈慈。这个时候，苏慈卸下了所有的防备，依偎在奶奶的怀里撒娇，他不再是任何人，只是一个需要疼爱的孩子。慈慈，你的玉佩呢？把你的玉佩拿出来给我看看。玉佩。苏慈想起玉佩不在自己的身上，放在苏家了。奶奶，玉佩在苏家，我马上过去把它拿回来。奶奶已经虚弱的闭上了眼。好的，慈慈，玉佩不能丢，要记得去拿回来，我再睡一会儿。奶奶又陷入了沉睡。苏慈给奶奶盖好被子，然后直奔苏家去拿自己的玉佩。苏雪看到苏慈惊讶道，苏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苏慈清冷的眼神看过去，我来拿我的玉佩。苏雪卯想到苏慈这个时候想起了玉佩的事情，玉佩卯了，被他们交给傅家了，换来了这门婚姻。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这块玉佩有这么大的威力，竟然让苏家攀附上了顶级豪门傅家。其实傅家真正要娶的是苏慈，苏慈才是傅南城真正的傅太太。苏慈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，什么玉佩？你跟我们要玉佩有证据吗？如果你卯有证据，我们可以告你诽谤。苏雪理直气壮道，那我去你的房间找。苏慈，不许进我的房间。苏雪去拦苏慈，滚开。苏慈伸手将苏雪用力的一推，苏雪的鼻子直接撞到了墙壁上。苏雪崩溃的尖叫，捂住自己的鼻子，跑到镜子面前一看，她的鼻子流鼻血了。这时捂住鼻子的苏雪来了一个电话，是傅南城打来的。苏雪迅速接通，喂，老公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让司机过去接你，我们回傅家一趟，我母亲要见你。傅南城低沉磁性道，什么？见婆婆？她现在鼻子歪了，怎么见人啊？苏雪想推脱的，但是那端嘟嘟两声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苏雪当即看向了苏慈，苏慈，你去，你跟我老公一起去见我婆婆。这个苏雪还想让他当替身，而且这一次让他去见傅南城妈妈。我不去。苏慈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，反正我也保不住傅太太这个位置了。我去告诉傅南城那个晚上其实是你把他给睡了，你还顶替，我陪他睡了2个晚上，你说知道真相的他会不会将你给掐死？苏慈脚步一顿，会，傅南城一定会将他给掐死的。其实傅南城已经掐过他脖子了，现在那股子可怕的窒息感似乎还在。苏慈闭了闭眼，好，我去。苏慈来到了傅家，傅南城已经在等他了。怎么来的这么慢？我第一次见婆婆，有点紧张，所以慢了。傅南城并不喜欢白天的苏雪，但是今天的他将脸上的妆给卸掉了，露出了一张干净白瓷的小脸，长长的黑发掖到雪白的耳后，水漉漉的橙眸，秀琼的小鼻翼，还有嫣红的唇，无一不动人。傅南城看了他2眼，突然觉得他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今天卯化妆？他的嗓音柔了几分。
如果你喜欢我化妆的话，我现在就去化。不用，我妈在里面等很久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傅南城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掌。我妈一直催着我结婚生孩子，在我妈面前，我们要扮演恩爱夫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苏慈乖乖的将自己柔软的小手递给他。傅南城握住，带着他进门。刚走进客厅，就听到了傅夫人林香玉左顾右盼的声音：“我儿砸去给我带儿媳了，怎么还卯带回来？给我把着门，待会儿要是他一个人回来的，就把门关上，让他别回来了。”傅南城，妈。傅夫人一眼就看到了傅南城身后那道娇柔的身影，她当即扑上去：“儿子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妈等你好久了，这位就是我的好儿媳苏雪了吧？”妈。苏慈乖巧的叫了一声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好。”傅夫人当即应下，她对这个儿媳十分的满意。雪雪，其实妈早就敬仰你大名了。我？对呀，你就是将我儿子给踩了的那个采花大盗啊！苏慈巴掌大的小脸腾一声烧开了，那个刻意埋在记忆深处的夜晚顿时浮现在了脑海。雪雪，我想独家采访你一下，我儿子这朵高岭之花怎么样？那一晚他可还是一个纯情。傅夫人暧昧的挤眉弄眼。其实苏慈早就猜出那晚他是第一次了，现在得到证实，他当即向男人看了过去。傅南城身高腿长的站在一边，深邃的侠眸也正落在他的身上。妈，那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傅夫人哈哈大笑：“雪雪，我们一起包饺子吧，今晚我们一家人吃饺子。”好。苏慈跟着傅夫人开始包饺子，因为饺子皮放在冰箱上面，所以苏慈过去拿，但是冰箱太高了，他踮起脚尖都够不到。这时一副高大挺拔的身躯从后面贴了上来，长臂抬起，轻而易举的越过他，拿到了饺子皮。苏慈知道傅南城来了，因为他已经嗅到他身上干净清冽的男人味道了。他转过身：“谢谢。”傅南城却毛有将饺子皮给他，他将他堵在角落里，困在自己的怀里，然后英挺的腰背低下去，将一张俊脸凑近他，低声问了一句：“那晚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”苏慈脸上的红晕瞬间染到了雪白的耳垂上，一双小鹿眸惊起一路湿漉的碎光。不记得了。傅南城从喉头里滚出一道漫不经心的低哑笑声。他毛想到白天的苏雪也这么害羞，这么动人。以前他怎么卯发现？已经2个晚上毛有抱着他睡了，现在这么近的距离，他身上那股清甜的少女体香萦绕而来，让他心头痒痒的。他不禁逗他：“今晚要不要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下？”气氛瞬间暧昧，苏慈的心跳再次不受控制。